报告。欢迎！荣幸能够回来跟老师一起呢，能给实习生制造一次印象深刻的考核。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不能这么说，哎，是不是你的责任？你指谁呢？闹到这儿来好看吗？别动手，别动手！什么时候说话啊？别动手啊！别动手！别吵了！我是来负责了解案情的，那老婆就是想碰瓷儿，就是那个人弄的。是他们说假话，不可能轻轻的一推，一定不可能。左枕部有一个肿胀，哎，有那个小点子，小黑点，包的药，中药，全是中药。中间那坨黑的嘞。上有味道的那个。某地域居民吃了香菜后过敏，导致过敏性死亡。遗书。本人100年之后将以上财产无条件赠与热心大婶儿。有可能是侄子看到了这个遗书，不想让大婶得到这笔钱。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想你的泪，就筑梦路上最美的太阳。哎，刚好唱完。嘿，早上好。早上起来，拥抱诚实。快，争分夺秒。Hello， 早上好。早上好。你们吃早饭了吗？没有。还没。你有早饭吗？有呀。你有早饭，哪点？能分给我吃一点吗？可以，一起。谢谢石哥。行。待会儿我们就要勘察收证了，是不是应该打起精神来呢？对啊，来一杯雀巢纯品醇香美式，让我们的思路起飞。干个杯，让我们打开思路，一起加油！加油！你们昨天写的全部都是电子版的吗？我都是手写笔记。可以啊，手写也行啊。我可以把它弄成。他那个胃是黏膜出血还是淤血啊？有吗？胃黏膜到底有点不正常，你看看，来，咱看看，你看。这个要是也是淤血，不是出血。然后一会儿我们这报告要怎么去完善它？就把它写完。刘头，秦老师。我跟各位鉴定人说一下啊，经过我们警方前期调查和现场勘查，目前这个案子基本认定是一起刑事案件。经过警方的侦查，发现隔壁的大叔跟大婶有作案的动机，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对死者家里进行现场勘查，对几个嫌疑人家进行一个搜查。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我们这一次现场勘查只有1个小时，我们理论上我们就是把所有的认为嫌疑的东西我们都会收回来，去做后期的一些检测呀。但这次因为是1个小时，我们就让你们每个人根据前期的感觉，看看哪几个是你重点需要采回来的这个样品。每个人有6个标签，在你需要收集的这样重点的证据上面，你贴上你的标签。回来以后，这种样品这个检测的报告，
出来以后是不会共享的，所以你们在去之前自己心里要有点底。所以我呢，先把这个标签给你们，5种标识，每个人就拿1种标识，然后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抽出6个标签来。各位鉴定人啊，现在我正式代表警方委托你们作为我们警方的现场勘查专家辅助人，请配合我们警方对现场进行一个勘查。好的，好，那就出发吧。老徐，都写的差不多了，你是差2个字儿。大概写完整了，又怀疑了。你怀疑啥？你怀疑？最关键是我这一句话一讲，他们当然怀疑了。别被秦明老师带到坑里去了啊！也别被刘老师带到坑里去了，谁是坑还不好说呢。我们收到的这个考核助力卡，以角色身份前往案件还原区，配合实习生的现场勘查和问询。哦，这都是谁家？家大业大，那肯定是我家。大叔家。哟，这不是你的狗吗？哟，哎呦，是有狗。这是大婶家。很寒酸的店铺，维修嘛，维修。没想到最富裕的竟然还是老头家。来，我们家请坐，来，我们家最大。嘿，怎么就成你们家了？这是你叔叔家。好，我们现在到这个村口了。在这个地方。按照我们警方的现场勘查的要求，现在呢，请各位鉴定人把这个鞋套、手套和执法记录仪带上。各位鉴定人啊，现场勘查工作是侦查和诉讼过程中间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依法依规，并且严格按照现场勘查的程序规范来进行现场勘查和犯罪嫌疑人的家里的搜查。所以你们只需要把你们提取到的物证贴上你们自己的标签，在我这里做一个登记，然后你们就可以提取回去进行相应的检测检验。好，我补充一下，因为这一次案件上面有新的一些情况了，在你们进去现场之前，这些助理团的他们会呈现出当事人。那么这几间房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隔壁大叔的，那个有个菜地。那是大婶的，那个修家电的在那个角落里面，那边呢是死者待的房间，他的侄儿子会在那儿。这几个人分别都会待在自己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除了现场勘查以外，还有一个询问当事人。但是提醒大家一点，因为这里面可能有嫌疑人，所以他们的话你们要甄别，有可能制造一些假的东西出来。所以要注意，不要被带偏了。好，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哎，我们家大，可以先来我们家。公安机关提供的信息说，大婶和大叔的嫌疑比较大嘛，所以我先着重看他们2个的。哎，你是谁？你说啥子嘛？这边公安局委派的司法鉴定人，我们来你的家里面提取一些物证和想问你一些案情。算了，看你长得帅，你进来吧。我呢是一个热心大婶儿，今年呢55岁，看大爷身体不好，身边也没有亲人照顾，经常给他送一些饭菜。当，请进。哎，同志，来，各位随便坐啊，小心我家狗啊。宝儿，别紧张。我是隔壁大叔，今年60岁，独身一人，收养了一条流浪狗当儿子养。住隔壁的大爷经常为了我家儿子的事情跟我吵架。
咚咚咚。没事，你进来就行了，你随便坐。您来这里来多久了？叔叔出事儿之后，我就在这儿住下了。我是侄子，今年32岁，我在外地工作，我和叔叔格外亲，在节假日我都尽量挤出时间去看望他。咋子没人来我家？怎么没人来我这儿啊？来了，我先观察。走门。哦，好。你们在这边啊，请进。好。抓子喽。最近工作如何？工作非常好。我是店老板，今年35岁，有一个二手家电的一个小店，也经常上门给人修理家电。我就轻轻的推了老头看一下，他倒在地上了。那您知道就是他跟其他人关系好吗？关系跟隔壁大婶关系特别好。你跟大爷平时关系怎么样？老头儿是个可怜的人，我跟老头儿认识很长时间了，我没事就是会照顾他。可能跟那个隔壁的叔叔关系好像没有那么好。我记得叔叔去世前打了通电话，说有人要弄死他，但是就开个玩笑那种的，就老头之间有矛盾嘛。您跟这个邓大宝之前熟吗？就隔着一道墙嘛，那个熟是肯定熟，但是呢，我俩也有点小过节是吧？没少因为各种乱七八糟的事儿，你说种菜呀、养狗啊，在这吵。哎，隔壁小点声啊，声太大了，耽误人警察同志取证了啊。嘿，隔壁人都没了，谁在屋里呢？就像这样，是不是那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那什么侄子，从地缝里蹦出来了吧？你知道对门的那个大婶的事吗？他没事就去老头家里跑。有一次去他家，正好碰见俩人还一块吃饭来着，也不留我。他跟那个老头关系倒是还挺不太一般的。他在这里住是自己住是吗？啊，对自己独居。有个小疑问哈。作为一个侄子，而且跟叔叔很亲，叔叔竟然把遗书写给了一个热心大婶，我觉得很奇怪。而且据我所知呢，大婶呢，她有个儿子是瘫痪过的，那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死者家属来找你麻烦吗？最近没有来找麻烦了。那你对大叔有什么了解吗？大叔跟那个老头之前产生过一个很大的争执。大叔跟老头，怪不得他很奇怪站在你这边。我就是觉得那个隔壁的大叔有问题，因为我想起12月1号那天，老头请我去他的家里吃饭，结果我就想起那个大叔在他家门口东张西望，就问他你干啥子嘛，他就说我心情不好，你莫要烦我。然后我就想说，我说那就算了嘛，我就去老头家里吃饭，结果吃了一时，这个大叔就过来哈，然后他就是拿了一些水果、蔬菜，还有他送了好多药给那个老头。那你俩关系就一直也没缓和呗？是有一次，狗走丢了，哇，当时把我给急的呀，生怕他给我蹲了去，我还去他家在那找，后来没找见，但后来是狗自己就回来了。然后呢，想着说给他道个歉，我当时先说我给你拿点菜，拿了个我家里应该是我很久以前剩下的即食糖浆，晒的腊肉给他送过去了。哎呦，这票还留着呢。是买东西的小票都这样该留着得留着。那大爷他平时是一直在有咳嗽吗？这个老头身体一直都不太好，因为他抽烟。他抽多久了？抽了好多年。哦，他是被推完以后，第2天咳得好厉害。推完以后才开始咳嗽，咳得好狠。我说我们去一趟医院，他说我不去。我说我吃了那个大叔给的那个药，我觉得我舒服多了。最后一面是什么时候见的呀？你要是不说他离开的那一天25号的话，那上一次见面就是说这17号。这是我儿子突然身体不太好，我就回去看我的儿子。
是我25号那天我回来，我还带了我从项目下我摘的那个新鲜的菜，我就说我去看一下老头。什么菜？项目菜。项目菜。结果呢，老头一直都不开门，我就觉得奇怪嘛，我就拿我的钥匙我就看了。我看了之后发现老头奄奄一息，我说哎呦，我就说咋办嘛，我就打120，就说哦你莫慌你莫慌。结果在送去医院的路上，心跳没了。20分钟了啊！那案件发生当天你在哪里做什么24好像是24号那天我忘了，我估计我不是在家，我可能就遛狗了。啊？那你是怎么知道这消息？听说急救车拉走了，就肯定知道了。但是他出事不是24号出的事儿吗？我25号的时候，我遛弯我还看见大婶来着，我看大婶那兜里还放着一包针管，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这个就是我去喂流浪狗、流浪猫，那里面的是裹泥，有的时候挤点裹泥啊、肉啊，喂它们点水啊。啊，对，我叔他不经常吃那个香菜，因为他吃香菜会过敏。你知道他不喜欢吃香菜吗？那我不晓得。天天给他送饭，你不知道他？我送饭，我也不晓得他带个不吃哦，我只是给他送嘛。这些药很多都是我给买的。你给买的？对。但这瓶好像不是我买的。送的大概是什么相关方面的药？从家里拿了个那个即食糖浆，那个止咳的。大叔，他给的东西你当天吃了吗？没有吃，只是后来他吃了大叔给他的药。邓侄子，我再问你点问题吧。您说。我是来询问你一些关于案情相关的问题的。40分钟了。我想大概在你家看一下。没问题，您随便看。这个都是维持我叔叔生前的样子，冰箱我都没有动过啊。他之前有什么疾病吗？哦，对，我有一个信息要提供给你，也是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现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的病历单，主要是在体检的时候查到了冠心病，这是有了10年的时间了。所以他这个肺部的疾病一直都有。我一开始的时候，就通过一些排除的方法认定的是，自身的疾病。在我能找到的资料里面，大腺肺炎是比较符合的一种可能，就是他有一些真相就被他的质地像肝一样这种表现，但是还是有很多疑问的，因为我看到他的毒物分析上面，并不是所有常见的毒物都检测到了，就是一些非常常见的像毒素强、敌敌畏这种都没有检测到。然后我其实是有一个存疑的。中药。正常的西药它有一个成分、药物的厂家以及日期，但是中草药是没有的，所以中草药的一些成分要是对不上的话，也有可能导致中毒现象。今天上午在不断的想案件该怎么办，因为它里边涉及到了很多的疾病方面的东西，然后我不是很了解，所以就不断的在查，然后就很犹豫，一直得不出结论。这是什么？这么切的话，我猜是肺。这切的话，他可能是他觉得他有问题了。对。因为我一开始就有疑点，而且这个疑点呢，它是一个没怎么见过的，而且它不是一个疾病的损伤，所以我觉得它既然是体内的，它应该割了或者是吸入了什么东西。
药一般你都撒在哪儿啊？厨房里，然后这院门口，它肯定该撒都得撒。地里呢？地里你种地里面的杀虫剂啊，什么都正常该用都用。看见邻居大爷家有一个没有写名字的，但是呢和2种毒药是放在一起的。这个邻居大爷送死者了1瓶极致糖浆，怀疑这个人用自己家的农药把他毒死。极致糖浆我给你买了2瓶啊。是我当时给他拿的时候，我估着家里还有1瓶，因为那好早之前了。因为时间比较短促，就其实我是一边听他们讲案情，自己去找结合吧。大叔说他给了邓大宝一些腊肉啊、止咳糖浆啊，也会有着重性的去看一些。这个是血迹吗？这个是血迹吗？不像，但是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疑似的痕迹。您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偏向是血吧，不知道。因为它也有冠心病啊，也有斑块。这是冠状动脉，狭着。尸斑位置呗。然后它的镜下检查也是有肌浆凝集啊、肌间质出血，组织学检查上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就认为它是因为冠心病的基础上，然后发生了一个心肌梗死。还有1分钟。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啊，怎么办？不够啊！有点不够啊。你里面喂小猫的装的是什么呀？水吧，我记不清了。不要骗我啊！谁是骗你嘛？骗你！你们家里有老鼠吗？农村吧，农村。很正常。5、4、3、2、1，请大家停止手中的勘查了。我们刚才经过1个小时的现场的勘查，大家把标签都贴完了。你们刚收集的证物，等会汇给到大家相应的鉴定材料，帮助大家做进一步的分析。1个半小时后再集中汇报。第二个，启明老师，就辛苦你留在这儿。好嘞，我来继续做辅助检查。好，谢谢刘头，谢谢警官，谢谢各位助理团，你们还有任务要接着完成。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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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一会儿见。好，助理团的各位同学们啊，大家辛苦了啊！感谢你们刚才考核了实习生。那么呢，我们现在呢需要一起来唱一首歌。好，这个案件的真相啊，其实就藏在了这个歌里。看能不能给实习生一些小的提示。当然了，这首歌也是有科普的作用。好这个拒绝犯罪歌词，我来先发给大家。那我必然是主唱了。那你肯定是啊。那当然了。那你肯定是啊。舍你其谁？看不见，等一下，看不见。看不见你的笑，你的笑，你就是有点不明显而已。毒叉叉。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先听一遍啊？好，听一下，听一下。我以为我们自己作曲。这广场舞的这个得放在舞蹈队的前面。对。
莫激动，莫做坏，冲动一时真的后悔快。冷静，冷静。而你的生活还需要积极去面对，我们要拒绝犯罪。赌叉叉。怎么样？就是说你们已经听明白了，对吧？是不是需要一些动作，然后我来拍大家？动作哦，动作需要排个舞。小翟交给你啊！对，七哥交给你，七哥，这个只能交给队长了。队长在这方面毫无天赋。我们要不要先分词？就分个声部就好了。没问题，听老师的。好，那就这么定了。好，那就稍微简单一点啊。好，稍微简单一点。那就一开始是不明白，就是拒绝，赌叉叉。还有没有想出什么都有新意的动作？要不然我先放一个伴奏的人，放一个伴奏的人。就是那最后一个我们就所有人一起唱。好。赌叉叉，就那种特别有气势的。好，可以。好，真的很有气势。我是你们的摄像师啊。就是要这样走的话，需要时间。咱滴滴滴，禁止他，溜，防范他，杠杠的。好，就这么定了。好，我们可以来试一下了，对吧？准备啊，起音乐了。禁止他，溜，防范他，定要完美正确避开。溜，防范他，定要完美正确避开他。老师，我们再来一遍。好嘞，加油啊！禁止他，溜，防范他，定要完美正确避开他。拒绝。而你的生活还需要积极去面对，我们要拒绝犯罪。赌叉叉，谁投毒定谁罪，莫激动，莫做坏，冲动一时真的后悔快。冷静。而你的生活还需要积极去面对，我们要拒绝犯罪。赌叉叉，滴，禁止他，溜，防范他，定要完美正确避开他。拒绝。而你的生活还需要积极去面对，我们要拒绝犯罪。赌叉叉，谁投毒定谁罪，莫激动，莫做坏，冲动一时真的后悔快。冷静。而你的生活还需要积极去面对，我们要拒绝犯罪。赌叉叉，不要犯罪。好了，我们去听他们汇报吧，看看这次他们的结果如何呀？现在是3:07，给我们1个半小时至4点半，然后我们要提前过去准备那个场景。待会儿是一个一个进去，估计。刚才不是有个鉴定意见书吗？告诉我们是个刑事案件，要重新调查。他侄子有什么奇怪的作案动机吗？难道有啊？要钱啊，他是唯一的亲属啊。他侄子不比他有钱啊？可是他们家房子很大哎。最大还没有地，有狗粮还不养狗。那狗粮真的很奇怪。狗粮是毒狗用的。不，狗粮是买给对方的。他嘴上说讨厌狗，但其实他喜欢狗。对方也是说他咳嗽，但他不嫌弃他咳嗽，他反倒给他买了极致糖浆。不，极致糖浆是他自己家里剩的，他给拿的，他不是新特意买完了给的。他送的那瓶是新的，他自己还有1瓶。因为我翻到一个发票，极致糖浆他买了2瓶，那个发票写的是数量2，他给了1瓶嘛。完了，精彩。先坐着，不要共享。写就行喽。
死者肺部高度我手机编辑太慢了。我还没好，我在等着打印了。时间不够了。老师好。好，你先请坐这里。这个是对，这里有一份。好，这里还有。给他们吧。哎，谢谢老师。好，坐吧。好，我们今天这个帮你考核是单人汇报，就是把你写的这个鉴定意见报告，还有这个分析意见和最后的结论告诉我们，好不好？我可以直接照着这个告诉你。我对这个案件的病理诊断是：第一是它左枕部有一个肿胀，然后第二个是它下唇中央有一个黏膜的溃烂，第三点是双侧锁骨的中线骨折瓣肋间肌出血，第四点是呼吸道黏膜弥漫性充血糜烂，第五点是食管黏膜多出血点，第六点是百草枯中毒表现，主要为肺纤维化，第七点是1到2级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然后还有少量的心包积液，第八点是脂肪肝肝坏死，第9点是胃溃疡致急性消化道出血，第10点是多器官包括脑、心、肝、脾、肾、胰脏淤血水肿，并且被伴有血管的玻璃样变，第11点是双手的指甲轻度发干。他的逻辑思维是最强的啊，他非常有条理，条理非常清晰。我的分析说明是左枕部肿胀结合案情是符合在打斗过程中摔倒形成，但不构成致命伤。双侧锁骨中线的骨折伴有肋间肌出血，结合案情符合抢救过程中形成的损伤。1到2级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少量心包积液，但没有心肌梗死、心脏缺血等病理表现，符合死者的既往史，但不构成致命伤。胃溃疡致急性消化道出血，但没有失血性休克征象，不构成致命伤。呼吸道黏膜弥漫性充血，肺部有百草枯中毒表现，肝坏死，双手指甲轻度发干，多器官淤血水肿。上述病理变化符合百草枯中毒引起的多器官功能衰竭，可导致死亡。另外，根据毒物检验报告反映，死者体内检出百草枯成分含量为0.35微克每毫升。本例未检出其他机械性损伤、机械性窒息、高低温损伤电击的尸体真相和病理表现，常规的毒物分析也未见异常，故可以排除因上述原因致死。所以我的鉴定意见是：邓大宝符合因百草枯中毒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屈宁一个是很扎实，还有一个他比较全面，他观察力非常仔细，这是他一个特点。各位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这是他怎么死的呀？百草枯喝那个对。我现在不是法医了啊，我现在不是学医的，我就是普通一个警官。我现在有个不太明白的事情啊，这个你既然说他是中毒，他这个毒物从哪里来？毒物我们在案件现场的，就是死者家中的餐桌上发现了一瓶极致糖浆，然后里面检出了百草枯成分，然后又在他的血液里面检出了对应的百草枯成分。那么，据我们了解，这个极致糖浆是在死者死亡前2周的时间，隔壁大叔送给他的。为什么他是2周以后才会死亡呢？
因为我们在血中检测到它的百草枯的量并不是很大，所以它不会引起一个急性死亡的反应。而且百草枯中毒是一种就是慢性的、不可逆的，对肺造成伤害，所以它是一个就是逐渐加重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它会导致就是一段时间之后死亡。我问完了。那就是说，这个肺部纤维化只有百草枯会造成吗？不是只有百草枯会造成。百草枯的中毒，它的靶器官就是肺。就百草枯属于那种救不回来的，去就医很难救回来。关于这个病例，我还参考了一篇那个参考文献，百草枯中毒的镜下表现，就一些多器官的镜下，肝小叶中央性坏死这一点，就不仅除了肺那一块非常符合之外，肝小叶那一块也很符合，然后是玻璃样变这一块也很符合。他在病理这一块考虑的还是对比较全。你对这个案件的性质有什么判断？因为我在这个大叔的家里面，其实有搜到一个里面还有一点液体，但是基本上已经空瓶的瓶子，我没有给它贴标签，所以没有验证这个成分可能是什么。但是就算是在他家中检测到了百草枯，我们也只能是有所怀疑，但是并不能完全判断，这个还得需要警方做进一步调查。好，那谢谢你啊，你去把下面一个再请进来。谢谢老师，谢谢朱立腾，加油加油加油！好，真不好意思，全听懂了。就是这么博学是吧？然后法医病理学诊断呢，我是给出了3个吧。首先就是大叶性肺炎，从它的组织病理上，它的肺有重度的淤血，然后也说了10遍像肝一样的。我自己是觉得它好像是符合红色肝样变期的病变。到腔内有很多纤维素红细胞，然后有血管扩张，表面可以看到很多红染渗出物附着。结合死者自己的病史，就是说他有多年的吸烟史，且尸体发现说他皮肤干燥，而且这里有一个类似表皮剥脱的这个，然后这个我刚开始以为是这个大叶性肺炎引起的，但是因为后来第2轮拿了结果之后，我怀疑是因为百草枯他喝的时候为什么沾到这里引起的一个灼伤。然后第2个就是冠心病，冠心病的病理切片就只有1张，那只通过那1张的话，是我只能判断出它是有一个2级的动脉粥样硬化，就是26%到50%。但是如果要从冠心病这个点来推断它是因为这个死的话，好像还缺少了很多证据。比如说冠心病死的话，可能有一些心脏方面的表现，或者病理切片会提示心肌细胞的一些变化，我都没有看到。然后第3个就是肝硬化，我现在不能判断它是原发还是继发的，就是它只是一个我能够观察到的一个病变。然后这个就是关于病理方面的这个诊断。刘超玉呢是一个学临床的，可能跟他临床上的这个经历有关。在汇报的时候，非常清楚，非常有逻辑性。然后结合这次案情，就是我去了勘查之后呢，我选了6个想要检查的，但其实最后就只有几支糖浆里面检测出了百草枯成分，那在相应的血液里面也检测出了相应的成分，但是含量0.35微克每毫升，其实是有一点偏低的，感觉达不了致死量。且我在死者床头的日历上面14号的时候说有点难受，喝点药。我怀疑那个时候他可能是喝的百草枯，他可能每次就喝一点。24号的时候，他有了一个这么严重的肺的纤维化，导致了最后的呼吸衰竭。还有就是他湿表、口唇发干，然后指甲那些都有一点缺氧的征兆。然后最后我给的建议的意见就是邓大宝应服用百草枯治急性肺损伤进行性弥漫性肺纤维化，然后以呼吸衰竭为主的全身中毒表现而死亡。谢谢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打说？我没有理解的就是，就比如说他第1天喝了一点点，然后第2天没有喝，第3天喝了一点点，但他这个时间是怎么算的？
喝百草枯最不可逆的损伤就是肺纤维化，它不会喝了马上就倒地或者死亡。但现在是不是几乎可以判断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认为不好判断，我认为不能下这个结论。他可能也就喝了1口，它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想问，他头上不有个伤吗？对吧？对。那跟这个伤一点关系没有吗？他的死亡？头上那个伤，我自己初步判断是不致命的，因为它首先是头皮下的一个血肿，然后病理切片也看到了颅骨没有骨折，蛛网膜上下腔也没有出血。但我没有看到你在报告里排除啊。对吗？分析也没有看到你排除，这就是我想讲的。分析说明一定要把该排除的都排除了，你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啊，你不能说直接就是我觉得是什么，你要说服这些看报告但是不懂法医的人，你要说服他们。好啊。主观上来说，我自己也缺乏这么一个意识，就是说我得先去了解这个意见书的格式和模板，先有一个框架才能写。所以说，这也导致了我可能会遗漏鉴别排除的地方吧，会谨记要按照程序来。我把你的那个报告拿过来看。咱们去汇报的人相互交换意见。就是你还觉得是大叶性肺炎吗？没有，其实这个是因为喝应力药引起的，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原发性疾病来写。对对对，刘特让你修改这个东西吗？他没有说，但是听你这样说，我得修改。去修改吧，我也去修改。我挺担心自己不及格的，因为在第2案我得了第5名，最低分，所以也非常害怕第3案我没有起色。好，请进。路。我这里面加了一个就是其他检材的分析。好。因为在这个死者血液中呢，检测出了百草枯的成分，死者家中呢，这个吉脂糖浆也检出了百草枯的成分。然后法医病理学诊断呢是外伤的相关病理学改变，它有一个左枕部的肿胀，还有呢就是它有这个多发性的肋骨骨折以及合并的这个肋间肌出血。然后呢，原发性疾病相关呢有既往史提示的冠心病，也发现了右冠状动脉的1、2级狭窄，既往史提示的支气管扩张及慢性支气管炎。继发性损害相关的改变，就是说它有这个下唇黏膜的糜烂，还有这个肺比较严重的广泛性的肺间质的纤维化，然后还有就是肾脏有重度的淤血水肿，最后呢就是在胰腺结缔组织增生，伴这个单核淋巴细胞浸润，肺泡造性自溶。分析说明一呢，就是经过对邓大宝尸体的系统解剖和法医病理学检验，未发现上述外伤直接或间接导致的致命性损害，所以呢，排除了机械性暴力导致的死亡。2呢，就是原发性疾病相关的，未发现与上述疾病相关的急性进展期的病理学变化，所以呢，也排除了自身原发性疾病导致的死亡。第3呢，发现与继发性损害相关的这个消化道黏膜溃烂充血，肺的这个广泛的纤维化，包括这个淋巴细胞浸润，以及呢它血液中的这个百草枯浓度超过了人体血液内24小时的存在的浓度。结合案情，邓大宝服用含有百草枯的吉脂糖浆后24小时内出现上述致命性病理改变，为其死亡的直接原因。4呢，经过对案情的调查以及委托人提供的材料，排除了高低温致死、猝死、雷击电击致死以及机械性窒息等其他死因。然后最后的鉴定意见呢，就是邓大宝因服用含有百草枯的吉脂糖浆致严重肺纤维化，最终因呼吸衰竭死亡。这是我的鉴定结论。好。那么今天实际上在这个现场搜索的时候，你今天是唯一的找到2个地方现场的物品当中发现百草枯的，你怎么解读那个事情呢？其实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先了解案情，说这个大婶和大叔有嫌疑比较大，
去大叔家里以后，因为他讲说是这个有菜地，我第一反应就是有可能是农药的投毒。然后呢，我就翻到柜子里发现既有敌敌畏，又有毒鼠强，还有一瓶东西。常人的习惯就是，你会把这种药物类的、毒性大的东西会放在一起。所以我觉得那一瓶就是没有标签的东西，尽管它是空瓶，但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底儿，可能会壁上会有残留。我觉得那个东西应该去看一看，我还是贴它一下。对，我是这样。那我如果现在明确这是一个刑事案件的话，你的嫌疑人是谁？就是直接送这一瓶极致糖浆的人，应该是隔壁大叔啊。对，他是有这个可能。对。那你为什么保守的认为他嫌疑只是偏大一点呢？因为他有百草枯很正常，就是我家也可以有百草枯，但是极致糖浆也是他送给我，你也不能证明我送的时候极致糖浆里就有百草枯呀，对吧？但你认为这个证据在证据链里面能不能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不能定，我觉得不能定，只能说不能定，对吧？对。好，那就谢谢你。好啊，下一个请进来。谢谢大家，谢谢老师。他考虑的很全面，简洁明了，非常清楚，有理有据，该排除的、该肯定的都讲得很得道理。可能是因为是刑警学院毕业的原因，他的侦查思维是其他实习生，没有办法比拟的。他只贴了5个标签，他没有贴6个，他只贴了5个，但是他是唯一一个把2个重点物证全部贴进去的，就说明他这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思考的过程。具备了法医应该具备的一种就是刑侦思维，他能够把自己对尸体上的发现，跟你们的给他的这个信息串在一起，而且有很强的这个心理的那种逻辑。对，欢迎，欢迎。好，老师好。把这个病理诊断、分析意见和这个结论告诉我们。我的最终的一个法医病理学诊断，肺部的一个表现是肺纤维化呈现。头部的话，左枕部有看见明显的肿胀，口腔也有黏膜溃烂，它的位置是下唇正中，呼吸道也有黏膜弥漫性的一个充血，食管的话也有看到一部分的出血点。死因分析结合案情的调查，尸体检验的反映百草枯中毒。送检的极致糖浆含有百草枯的成分，送检的血液中含有百草枯的成分。我的最后的鉴定意见是，服用百草枯导致的心脏受损致死。其他死因是怎么考虑的？我用的方法是通过他脏器检测出来的一个轻中重度，以及能不能致死的一个方向，一一的去验证它单项的病症能不能导致死亡。那你这些在你的分析当中有没有写到呢？很少了一些，不好意思。我现在是警方的侦查员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上面提到了是在这个极致糖浆上面，里面发现了这个百草枯，对吧？对。那你有没有给我们什么方向？我这边要传递给你们警方的方向是，它的一个直指的一个可能性。为什么？有什么依据吗？我在跟家属沟通的过程中，知道了有遗书的一个存在。我发现我叔叔写了个遗书，然后我就瞥到了他家里面笔的一个 DNA 提取。你认为这个遗书是侄子伪造的？是吧？然后他既然有伪造遗书的行为，所以他有杀人的可能。对。这个倒是我没想到的。可以啊，你说啊，露马脚了。那如果是他写的，为什么他要写受益人是他呢？对呀，我也是这样懵。对，侄子为什么要伪造一个这个大姨？不应该写侄子的吗？是这样的，侄子因为他也有一个受益，虽然遗书上写的是大姨，但是直接的受益人是他。就是跟遗书没关系吗？你说的是写的这个不一定有效，对吧？
只是他故意这样写来转移警方的。就算是他有这个效益，他想直接性针对的就是大叔给的那篇鸡汁糖浆。到时候警察抓的话，就两边设计了一下，所以抓了两边的人，最后受益的就是他，这是一个方向。法医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胆大心细的职业，心细自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潜质，所以他做到了。但是可能源于他没有学过法医学嘛，法医说出来的任何一句话一定不能是猜测的，一定是要有依据作为依托的，所以希望他在后边的在考验中间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好，谢谢老师。不是我这样说，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但是我想象力不如他。我准备让我这个合作的出版公司跟他谈谈，是不是能出好的作品？想象力真的很丰富啊！好，期待啊！好，老师好，哥哥姐姐们好。我对他的病理学诊断就是分为2类，第一类呢是外因导致的病理学改变。第二类是呢，它自身的疾病导致的一个病理学的改变，其中外因又分为大脑的左枕部有一个肿胀，第二个呢就是胸部有一个多发性的肋骨骨折，然后第三个呢，它的双肺是有肿胀的，然后表面可以看到是有出血点，然后第4个呢就是它的肾表面和切面都有一个肿胀和淤血，第5个是它的胰质地是硬的，也是切面是淤血，然后第6点呢，它的胃黏膜是充血。然后第7点呢，就是它的气管和它的支气管它的黏膜上面都分布了这个出血以及这个糜烂。然后呢，第2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它自身的这个疾病就是一个冠心病，同时它的右冠脉管壁狭窄那个程度是1到2级。然后下面是死因的分析。第一个接近损伤。这方面呢，主要通常一般都是外伤。考虑到这个案例，死者他的外伤主要是有这个左枕部的这个肿胀，以及这个胸部的这个多发性骨折，然后还有个那个肌出血，这样是不足以导致他一个死亡的。所以我认为从这一点我可以排除掉就是机械性损伤。然后第2点呢，就是邓大宝他的血液中检出了一个百草枯的成分，这是我唯一拿到的一份资料。在他血液当中的成分是0.35微克每毫升，然后我通过查找资料找到了刘良老师写的那本书，上面有写，百草枯最小的致死量是0.12毫克每升，很明显远远没有到达嘛，因为体内是0.35，最小是1.2，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可以排除他是因为百草枯中毒然后出现了一个死亡。他是有一个冠心病的，右冠状动脉距离开口1.0厘米处是有一个2.5厘米的这个斑块的，病理切片也是和这个急性心肌梗死有一定的符合，所以我就认为他是因为他有冠心病的基础上，然后发生了一个心肌梗死，然后导致他死亡。我先问你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说了百草枯的致死量，你查了一下，是20毫克每千克，什么意思？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我这个没有具体看。你想一想。意思就是千克可能就是人体的质量，重量对人体的重量。也就是说，50千克的人，100斤的人，他是需要1克。对，是不是50乘以20是1000嘛？ 50乘20等于对。那我再问你，他血液内的含量是0.35微克每毫升，又是什么意思？
这2个单位可以在一起换算吗？不能。既然不能换算成一个单位，你怎么能把它的2个数值放在一起比呢？所以你主要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啊。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我就直接告诉你啊，这个人的2级斑块和他的显微镜下病变没有心肌梗死这个说法。你是看书理论上去那个的，好，那就谢谢你。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老师再见。我出来之后，我就觉得他对我很失望，看得出来刘老师很不满意嘛，我挺伤心的。我在伤心过后，我更多的是一种接受，并且想让下次自己做得更好。所以讲这单位啊，对吧？就是说你一个跳得多高，一个跑得多快，你这个没办法放在一起。拿心和蹬一下，我说哎，这个情况不对，这个不对呀，这个。他就是错就错在这里了。是的，整体的鉴定书格式写的最好的是小陈。非常可惜啊，非常可惜。哎，我觉得上午那个太紧张了。怎么样？你们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结论是什么？我跟你说错过了呀。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我们要做一个点评了。这一次的考核的话，实际上你们代表的身份是鉴定人的身份，你们这次独立完成一个鉴定报告，可能关系到很多人的生死，或者是要不要判刑的事情。某一天，如果是这个事情翻过来的话，你办的错案，或者放了嫌疑人，或者把人捉抓了，这也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上面，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去琢磨琢磨，这个报告该怎么写，该怎么落笔。现在我们警方已经将案件本案办结了，并且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现在呢，我们请助力团的队长齐队为大家揭晓案件，然后我们将会移送检察院起诉。好的。死者老头是小区内的一名独居老人，老头性格敦厚，平易近人，唯一合不来的就是住在隔壁的大叔。隔壁大叔跟老头一样，也是独居老人，不过他有一条养了10年的狗。老头没少因为这个狗的原因呢，和隔壁大叔产生矛盾，多次因为狗的吵架中提到了自己会炖了这条狗。在12月1号，隔壁大叔的狗不见了，他看见老头家里呢正在吃肉，怀疑老头为了报复他的狗叫，偷偷炖了他的狗。于是隔壁大叔在一气之下拿出了家里一瓶没有标签的农药，往一瓶180毫升的极致糖浆里倒了一点，以求和名义给老头送去。但大叔不知道这极致糖浆其实是剧毒百草枯。当晚，隔壁大叔丢失的狗却回来了。隔壁大叔意识到自己误会了老头，一直担惊受怕。但是好几天过去了，老头相安无事，隔壁大叔便认为自己的农药没起作用，也就没放在心上。12月9号，老头因为修电视机的问题与店老板发生了争执后被推倒。10号开始，老头身体不适。老头以为自己的身体是老毛病犯了，更是让热心大婶不要担心，先忙自家的事情。老头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老头感觉自己时日无多，便默默写了一封遗书，将财产都无条件的赠予热心大婶，感谢大婶提供的热心帮助与照顾。12月24号这天中午，老头的弥留之际，热心大婶终于从乡下回来，发现他不对劲儿后呢，马上拨打120，随后通知了老头的远房侄子。
老头在120进行了 CPR 急救之后，还是在送医途中撒手人寰。这是一场因百草枯引发的悲剧。自2020年9月26日起，百草枯已在中国被禁止销售。希望大家珍惜生命，遇事冷静，让类似的悲剧能够不再重演。好，百草枯这个毒物是一个很奇葩的一个毒物，它服下去可能出一点症状都没有，让你的肺快速的进入纤维化，一旦到了这个临界值，很快就进入衰竭，几乎是没办法去挽救的。因为百草枯我们知道，只要不是急性的大量的中毒，那么少量的服用它都有一个过程啊，都有2到4周的一个过程。百草枯呢，正常是没有颜色、没有味道的。然后呢，为了防止误食、误吸或者这样的话，就有意在那个药里面加上那个有臭味的东西。哦，好像以前我见过那个，是强制要求加的，但现在也没有百草枯。现在因为是禁止生产了，然后不让那个了。在我们死亡当中，其实中毒是非常一大类的死因。中毒的概念只有4个字：疾病状态。中毒是你喝下去以后，这个成分让你的生理机制、病理都出现一系列改变，所以很多中毒的症状就能提示线索。然后老掉头发的人，大一把的掉，那可能就是一种金属毒物在里面。吃了什么东西以后，这个人发软，四肢发软，坐不起来，都会诊断什么低钾软病啊、格林巴林综合征啊、脊髓的问题。那实际上也是一种金属盐，只是这个东西盐跟盐差不多，一吃一家人就这样摊着。所以大家以后遇到疾病的时候，中毒一定要去做分析、做排除。刘老师刚才想给我们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法医毒理学作为法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啊，经常会被我们忽略。我们经常会认为毒理学不就是毒物化验吗？啊，其实不一样啊，完全不同。那么我们毒理学有什么意义所在呢？我们法医可以通过尸检的过程，就可以发现疑点，从而指导下一步的尸检，甚至指导下一步的现场勘查和破案。这个案子其实就是很典型啊，比如说死者的肺脏啊，它是肝样变的，这个刚才是小刘提到的。从他的组织病理上，他的肺有重度的淤血，然后也说了10遍像肝一样的。它的肝样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百草枯中毒肺的一个特异性的表现。胃包括食道的有溃疡、出血灶的这种信息，它也是在告诉你们这个是有中毒的可能性。那么在说明这个事情呢，我就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一个未知的液体，我们怎么样快速的去检测一下里面有没有我们需要得到的一个成分？这个待检的样品就在这个里面。然后我们拿一片滤纸，我们把这个需要检的这个样品抽到这个滴管里面，滴上1滴。这完了以后呢，我们这里有2组药。什么药？一种是健锰2酚，一种是氢氧化钠，是碱。好，我们就把这个健锰2酚加上去，也给1滴。再把这个氢氧化钠再滴上1滴，然后我们把它放到火上烤，看看有什么颜色变化没有。变红了，变红了。红色。如果是清水的话，放上去是没有颜色变化的。那我们现在看到是什么东西呢？这里面有敌敌畏。同时我们今天发现的毒物，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变出来这种颜色。所以我们经常在做这个尸体解剖的时候，会把这个人的胃内容物拿出来，加上这个成分，火上一烧，就可以把这个颜色取出来。所以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他自认为的高智商的杀人方法，在警方面前不值一提。对，你有你的办法，我们有我们的办法。对，莫犯罪，莫伸手，伸手必被抓。没错。接下来我就打分了。哦哟，好。
刘超玉，80分。这个小刘是学临床的，从鉴定书上也能看出来，你的理论基础是最扎实的。最后我给的鉴定意见就是邓大宝因服用百草枯致急性肺髓上进行性弥漫性肺纤维化，然后以呼吸衰竭为主的全身中毒表现而死亡。其实我们要想认定一件事情，一定是要在认定它的同时，还排除其他的事情，这才是最确切的一个结论。我觉得今天这个能让我在今后所有事情里面都会记住格式，按照程序来。我觉得这个带给我的成长是更多的。今天最高分这一轮的最高分给了徐子彤，92分。谢谢老师。离案件真相最接近的是小徐，啊，因为在现场的所有重要物证他都已提取到了，是他整个现场勘查有着非常清晰的思维，他是第一个在及时长按下贴条表件，所以他在整体的表现是最好的。然后第二个高分呢就是曲一宁，85分。其实薛林在刚开始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3组实习生来接待受理鉴定，他是有理有节，层次逻辑是非常清晰的，也是最不受家属情绪影响的一个人。你们这样不能当证据，那我们来这儿干什么？我们来争了1下午了。我们的鉴定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但是还需要警方采纳。如果我们需要做出鉴定，是必须做一个全面检查的。做任何鉴定都是需要这些必要的流程的。如果你们想要为他争回公道的话，这是不可缺少的。第4个是向晴晴，68分。这个向晴晴呢，其实在调查当中的包括态度、语言都非常棒。但是你在推导犯罪这个过程当中，凭自己戏码有这样的去想象这个事情的话，那适合去写小说。法医是讲证据的，所以给你的分不太高。就觉得自己太过于想象化了，所以能得到老师的及时止损，我已经觉得是很满意的。今天出现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分数，是陈实啊，给了50分。香。我们的5位同学中间有3位同学啊，小曲和小陈、小徐，在鉴定书里都是用了排除法，但是整体的鉴定书格式，我刚才跟刘老师说了，写的最好的是小陈，但非常可惜，你结论错了。所以今天这个分是这么个状况，希望陈实要打起精神来，所以希望你要加油。然后呢，还有一个事情要给大家宣布，今天的前2名将会获得参加我们秦明出席的法医面对面的活动，所以一天就有那个能力做第1名，我就自然会成为第1名。老徐，走啦，收东西走啦。
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秦明。非常高兴啊，今天能来到咱们同济。作为法医学子来说啊，同济啊是我们心中都向往的地方。今天呢，能够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工作中的这种感受和故事，也是我的荣幸。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叫法医问号，法医感叹号。我所处的那个年代，没有你们现在的这个年代对法医这么客气了啊。我在我的那个年代呢，法医这个职业啊，经常会受到一些歧视。那么每当我跟别人说起我的职业的时候，我说我是法医，别人总会用一种带问号的这种语气啊，说啊你是法医吗？然后就开始拒绝跟我握手，拒绝跟我同桌吃饭啊，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误解和说不好听了就是歧视。所以源于这种委屈啊，我就开始自媒体和小说的创作，包括今天能跟大家说一些我的这些心路旅程呢，其实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法医这个职业，让学法医的同学能够坚定信心啊，在我们这一个伟大而神圣的职业上走下去。也希望今天晚上我的分享能够对你们以后的职业生涯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帮助吧。这谁加的？至于颜值方面，我就不多说了啊，其实也差不多。啊，法医啊，这个工作我经常会说，法医很苦怜，入行需谨慎。这个我们要面对的是高度腐败的尸体，面对令人作呕的胃内容物，还有那些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昆虫，剧烈的恶臭的臭味和强大的心理压力，但是我们拿到的却是最普通的工薪收入。很多人说，那你这一直到现在你都在诉苦啊？你这是不是？你这苦职业这么苦吗？你不是在诉苦吗？对吧？那你为啥还要热爱这份职业？我相信我们所有选择学法医的同学们，和已经走上法医工作岗位的老师们，他们都有心中的那一束光，一束可以照亮身边黑暗的光。在你干法医的一段时间内，你会经常会有这种悲天悯人的感觉啊，你就会经常会有迷茫和思考。等到这些迷茫和思考过去了以后，成熟是一种什么标志呢？就是淡然。就无论别人怎么去干扰你，你一定沉浸在你自己的工作当中。作为一个法医啊，生命没有高低贵贱，对吧？我们法医唯一尊重的就是事实与真相。秦明老师讲了很多生动的案例，可能如果我们自己去亲身这个实践到基层工作的话，没有个30年、40年是没有能经历过这种东西的。听到秦老师在台上的一些演讲，当时就觉得，就感觉像做梦一样。在这段实习期间，其实我越来越觉得我们法医是一个很复杂，然后又是一个比较多样的，这样一个交叉学科。所以我们每一个方向的学习都是很重要的。在场的这些同学，包括我，之后也会在法医行业的各个角落，发光发热。我们这些人有的可能会做病理，有的人可能会做物证，虽然可能比较渺小，但是是一块基石。我们这些小小的基石，最终也会汇聚成一座大山。所以希望大家都能不断进步，不断努力吧，然后为自己热爱的法医事业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还是那句话吧，就是为死者言，为生者权，这个是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对。然后呢，要维护公平正义。其实很巧的，昨天这个秦明老师呢，在我们活动中呢，他唱了一首歌，然后还跳了舞。然后今天呢，要邀请这个我们的刘洋老师来一起参与到这个环节中。我们一起吧。这是我们一起吧。金字塔666，拒绝。
我要看啊！动起来，动起来，动！什么动？你教我。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当一个好法医，我觉得要对得起那死去的人，要让生者和死者都在各自的轨道或者空间里面明白的活着。法医为死者言，为生者权。死者他躺在那里，他就是需要我们解决他没有说出的话。还是一个责任心，法医的一个责任心，对逝者的一种尊重。咱们这个职业是守护死者尊严的最后一道关卡，我们是神圣的，是值得尊重的。所以我也希望会有更多的人去尊重我们这个职业。法医齐名2字，除了法医，一文不值。所以我也把这句话也都送给在座的各位法医学子们。既然选择了这一行，我们就把这种信念坚持到底吧。某一年的3月16号，在一个小区花坛里面，有一个女性尸体。然后呢，上了3楼，哪知道把门一打开，躺着一个男性尸体。这个案子一个关键词：双尸案。这一次考核是一个单兵作战。你因为看那个排名，这陈实同志还吊着后面的，是不是要来证明一下自己？哎，他这里为什么有这个啊？这是2只手都有。腿上有针孔。他这个牙齿是掉了吗，还是怎么样？这里的伤是为什么呀？这个是奔着死去的呀，刺创、剪创、切创、砍创，这都起了。那刀不致命啊。先模拟抛尸。走。这个声音挺震撼的。你就砍就行了，就砍。好，我们把这个地方停一下，给你们5分钟时间。一会让你们进来汇报死因和依据。好，那我们正式开始本期的考核朱莉卡的任务。谁有轻度囤积物品症？我们当面锣对锣，鼓对鼓，把你们俩囤的东西都老实交代。你囤了什么？我有1000个。怎么你就比我厉害了呢？我们今天下班之后，我们自己做饭呗。我想吃火锅，我想吃拉面，自己烫。芥麦面，那叫荞麦面。荞麦面。没有洗洁精吗？请问金针菇要洗吗？啊！啥？这是啥呀？漏了吗？漏水了，我鞋子都湿了。我的鞋子也湿了，我的拖鞋也湿。你们之前没做过饭吗？那明天才能吃到。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有人欢呼，有人孤独，感谢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共舞，一路前行，仰望星辰。也许告别，也是新生，走在微光之下，探寻生命的真。上微博参与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话题讨论，边看边聊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初入职场的我们官方微博，了解更多案件隐藏细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职场、微博政务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 QQ 阅读 ，WiFi 万能钥匙，百度输入法墨迹天气 ，YY 直播智行 ，Zakar 一点资讯，木鸟民宿。看见月的另一面。我宣誓，忠于祖国，
人民，忠于人民。紧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这潮汐。我会告诉我自己，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瞬间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宣誓人向晴晴、屈意林、陈实、刘朝玉、徐子彤、